我们知道《心经》总共有多少字？多少字？260字啊，260字。经文的部分只有260字，加上经题，就是加上这个经的题目，总共多少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8个字，所以加起来总共多少字？268个字。268个字难不难？不难啊，那不难。为什么不难呢？因为我们都记得啊，我们存放在哪家银行多少钱，买股票买了多少，我有多少个儿子，这个多少个儿子呢？他们在哪里工作？他们的生日是哪一天？我的朋友是什么？我的电话是什么？我们都可以记得一清二楚啊。所以268个字难不难？不难啊。想要记得难不难？不难哈，不要可是。想要把268个字记起来，其实很简单，啊。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背诵看看，请大家合掌好不好？啊，这合掌，我们用念的好了啊，用念的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收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佛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佛啊，就是智者，还有觉者，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佛就是一个智，还有一个觉的。因此呢，学佛啊，一定要有这个智慧，一定要有这个智慧。佛教绝对不是迷信的宗教，绝对不是叫我们去盲从、去盲信、去依赖某一个外面的力量，以为外面的力量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它一定是智慧的。我们如果学佛而不开智慧，不注重智慧，那我们就是迷信。科学越发达，其他的宗教越站不住脚，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只有佛教。为什么佛教能够站得住脚？佛教能够在科学这么昌明、科技这么发达、人类的知识这么丰富的情况之下，受到越来越多的
世界人类来尊崇呢？那是因为它是不变的真理，因为它是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是真理的话，就不会改变，就不会因为是时间而改变，因为空间而改变，因为这个对象而改变。它是不变的一个真理。那怎么晓得它是不变的真理？因为它这个真理不是想象出来的，不是我们幻想、我们思考、推理出来的，而是说佛陀他自己实际去实验，实际去证悟，亲身的这种经验呢，体会出来的。他实际做了一个体验呢，做了实验。因此，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呢，就是自己要去体验，不要人云亦云，一定自己去试试看，试试看佛所说的话是对呢，还是错？佛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信赖吗？如果值得我们信赖，它是对的，我们才死心塌地的跟着它走。它是一种智慧，智它包括佛教来讲，智包括3种智慧。第一个智慧就是一切智，第二个智慧就是道种智，对，很多菩萨都知道。第3种智慧就是一切道种智，这是智慧的意思。一切智，一切智，这是一切。一切智啊，是在说明一切现象、一切事物的智慧。一切现象、一切智慧的真理是什么？请问这个东西会不会变？会不会坏掉？会啊。所以我们知道会变、会坏掉，这个就是真理。我们就要知道它会变、会坏。请问这个笔会不会变？会不会坏？会。这个桌子会不会坏？会。我们这个房子会不会坏？会。我们人会不会坏？会。我们的想法会不会变？会哦。连我们的想法那个抽象、没有形象的那个思想意识都会变化。因此我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共同真理就是会变化。因为会变化，我们就找不到一个恒常的主体，就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我。这个就是一切智。一切智的意思就是一切事物共同真理，了解它的智慧。因此请问诸位朋友，一切智是什么？无常，是不是？是无我，是不是？是有压迫感，所以是苦，是不是？如果推展到这个大乘佛教来讲啊，指的就是空，是不是？这是空性智慧啊，一切智，大家记住了。好，第2种智慧叫做道种智。一切智是阿罗汉所证得的智慧，阿罗汉啊，阿罗汉所证得的智慧，它可以让我们解脱这个烦恼。第2种智慧就是道种智。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就是大乘佛法里面的菩萨道。你想要修菩萨道，就必须要有道种智。道种智它包括2种，一个是道的智慧，第二个是种的智慧啊，知道了啊？道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佛道的智慧，佛法的智慧。你要了解佛法，你想要行菩萨道，想要帮助其他众生，第一个你首先必须要懂佛法，这个就是道智。种智，种啊，就是种子，就是种子，种子大家知道了哈，那个种子。芒果有芒果的种子，榴莲有榴莲的种子，豆有豆的种子，种子知道哈？这是种子。我们是不是种子？对，我们都是成佛的种子。诸位朋友，我们都是成佛的种子啊！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可能有佛。那因为我们是种子，我们有佛的种子，因此我们只要修行，只要努力，就可以成佛，是不是？请问诸位，如果我们没有佛的种子，能不能成佛？不能成佛啊，不能成佛。你芒果的种子，它没有榴莲的种子，它没有榴莲的因子，因此它不能够生出榴莲。为什么我们众生皆可成佛？那是因为我们众生有佛的种子，有佛的种子，也就是说，我们众生的根基，我们众生本身就是成佛的种子。我们众生有什么的根基？根基啊，有大有小。有的人喜欢打坐，有人喜欢念佛，有人喜欢地藏
法门，有人喜欢观音法门，不一样的。有人喜欢阿弥陀佛的法门，有人喜欢修四念处，有的人喜欢呢研究教理、研究经典。每一个人的什么种子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气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性不一样。你要做菩萨，你要帮助众生，就要了解众生的什么习性根气，这个就是种子所以简单一句话，种子是什么？就是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成佛的种子，我们只要把这个成佛的种子呢，好好的栽培，放在土壤里面，加上水分，加上肥料，日光，好好的照顾它，它以后就会成长，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将来就是成佛啦，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种，你就是要去了解众生。我现在要帮助你，我一定要晓得你的根气。你喜欢什么呢？你如果不喜欢打坐，我一天叫你禅修没有用的，你一定痛苦不堪。你如果是喜欢念佛，我就教你念佛就好了。所以佛的法门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气都不一样，你有你的喜好，他有他的喜好。有的人智慧比较高，有的人智慧呢比较差一点。佛看起来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佛的种子。诸位是不是佛的种子？是不是？是不是？诸位能不能成佛？可以，当然可以成佛一定要有这种信心大家都是佛的种子要不客气那诸位是佛的种子，将来都会成佛，所以要怎么让它成佛？是不是要好好照顾这个种子，好好要栽培这个种子要好好照顾它好好一步一步好好修行，这样子就成佛啦。所以成佛难不难？不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佛的种子，是不是佛的种子？你是不是佛的种子？都是都是我们要肯定我们都有佛性，我们都是佛的种子，这样子我们就快乐了我这里啪，这个是什么？美金多少钱？100块100块好不好用？好用你们要不要？要所以你们都要这个100块大家都要它这样子你能不能用你去拿去买东西能不能用？我这样子把它捏成一团你要不要？还是要因为这100块还可以用是不是？这100块能不能用？能我就要踩下去了，在我的脚底下。这100块你要不要？要不要？还是要？为什么要？还是有价值，还是可以用？可以用吗？这真的可以用可不可以用？可以现在呢？这样子这样子把它撕掉，可不可以用？我只要把它连上没有缺角还可以用，大家知道了所以这个我把它丢到马桶里面，你会不会捡起来？会因为是100块美金呢，很大。我现在这一张如果是1亿的美金，我把它丢到厕所里面了，请问你们会不会捡起来？会不会？会厕所那个有对不起有小便有大便，你把它丢进去你会不会要它？还是会，因为它太有价值了，价值太高了。你虽然把它丢到这个马桶粪便里面呢，有没有减低它的价值？没有，我们还是会拿起来把它这个擦干净把它洗干净，还是可以用的。诸位佛有没有价值？佛是100块吗？不止1000块美金。佛是无价之宝我们那个有价之宝我们都会要它，无价之宝大家会不会想要它？会。这个无价之宝虽然被我碾成一团，它是不是价值还是仍然存在？我把它在地上踩，它是不是仍然存在？虽然这个无价之宝被人家践踏，或者是甚至丢到马桶里面去，有没有减损它的价值？没有，我们都要它。诸位朋友，大家要肯定，佛法是无价之宝，而且无价之宝，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有的。有没有佛性？有没有佛性？有，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虽然他是人，他的佛性的价值有没有减少？有没有减少？没有
虽然它是畜生，请问畜生的佛性有没有减少它的价值？它有没有减少？虽然好像我刚刚讲把它揉成一团，有没有减少它的价值？没有啊。好，我们现在再看，即使它是恶鬼，即使它是地狱的众生啊，这个我们譬喻它是被丢到马桶里面那么苦的东西，有没有减少它佛性的价值？没有，都没有。我们就要肯定这一点，无价之宝到哪里去都是无价的，都是无价的，我们都不会放弃我们的无价之宝的。世间的有价之宝我们都会捡出来，像诸位你的这个耳环啦、戒指啦，你丢到地上去，虽然有灰尘把它弄脏了，你还是会捡起来，因为它太可爱了，它太可爱了，会把它擦干净，仍然带上去。佛法就是这么好，佛性啊就是这么好，我们都是成佛的种子啦，我们都是成佛的种子，要当菩萨就要肯定一切的众生都是佛，都是未来佛，佛性都具足啊！我们就要晓得，我们这些众生都有佛的种子，虽然他是在痛苦之中，他是在无明之中，他是在很坏，是畜生，是地狱啊，他是这个很糟糕的人，很糟糕的动物，但是呢，我们都要像捡起这个珠宝一样，把它捡起来，把它擦干净啊，把它这个好好的整理，让它的本来面目给显发出来，就是当菩萨。菩萨所得到的智慧就是道种智。好，请问道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知道佛法啦。你知道佛法，就是了解上求佛道的那个智慧。种智是什么？是不是了解众生的根器，了解众生的种子？只说众生，你如果是芒果的种子啊，你是这个榴莲的种子啊，你是哈密瓜的种子，你就了解这个种子。种哈密瓜跟种榴莲的方法一样不一样？你种这种菜跟种那种菜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需要的条件也不一样的。因此佛呢，才根据这个不同的种子，给予不同的方法，培养的方法，种植的方法，将来他们都能够开花结果。那开花结果在佛的这种果位里面呢，有的人就是他的种子呢，只是下辈子希望再当一个人，因此佛啊，他就有开示，让你成人的方法。有一种人很喜欢到天堂去，到天道去，因此佛也开示了到天堂去的方法。你想到天堂吗？我就给你到天堂去的方法，你死后就可以到天堂。有人呢喜欢正入寂静涅槃，想要解脱这个生死轮回，因此佛就给予成阿罗汉的方法。有的人呢认为呢，我要究竟成佛，我要做一个很圆满的佛，因此佛啊，他就开示了成佛的方法啊，成佛方法，佛所开示的方法就有层次的不同。为什么有层次的不同？因为种子不一样啊！请问诸位，你们都是佛的种子的人，请举手。你看，突然举手了。请问诸位，你们都是佛的种子，你们想成佛的人，请举手。对了，所以大家要来读心经，大家要来读心经啊！如果你们不是佛的种子师父啊不会命令我来介绍心经。如果你们不想让成佛的种子发芽长大成佛的话，师父也不会命令我来介绍心经。如果我们众生都没有成佛的愿望，佛根本不会讲心经，不会讲心经。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心经啊确实可以让我们成佛。当然成佛的方法不只是心经啦，不只是心经的修持法门，其他的很多的大乘法门都可以让我们。不过在这些大乘的法门里面，最简单最扼要，被所有的大乘佛教徒早课晚课时时刻刻都在背诵的，就是只有心经这一部。你走到中国，走到韩国，走到日本，走到越南，甚至走到西藏，只要是大乘佛教的国家，一定都要背诵心经。心经它把所有佛法统统涵盖在里面，它把成佛的方法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大家要知道
哎，我们呢都有那个无价之宝的佛性。不管我们现在是多么样的痛苦，多么样的不如意，多么样的没有智慧，多么样的烦恼多，没有关系。我们那个无价之宝的种子到哪里去都不会缺少它的价值。好像你这100块的美金，你放到哪里去，都不会减损它的价值，我们都会要它。这个就是道种子。了解这个众生的根器，了解佛法是什么，有了这种智慧，才能够度众生，才能够帮助众生来成佛，同时也让自己成佛。这是第2种智慧。第3种智慧就是一切道种子。一切道种子就是将一切智跟道种子给圆满了，给圆满。所谓圆满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心。你能够做到这种任运自在的不二境界。任运自在，任运自在呢，就是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充分发挥你的能量，发挥你的能力，你不会有任何的拘束，你不会有任何的痛苦，那就是任运自在。一切种子就是一切道种子，就是一切智跟道种子，把它圆融了。做到最圆满、最好的那个境界，就是一切道种子。有了智慧，就可以让我们解脱这个所知障。所知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对象，破除我们所了解对象的认识的那种障碍。因为智慧你都有了，这个一切现象事物的共同真理。不变的真理就是无常，就是苦，就是无我，就是空性。好，这是一切智。道种子呢，了解佛法是什么回事，了解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一回事，了解我们一切众生就有佛性，我们一切众生都是佛的种子。但佛的种子，你如果把它丢到水泥地，它会不会发芽？会不会长大？会不会开花结果？会不会？不会。佛的种子，你把它丢到柏油路上。也不会，你丢到那个沙漠里面没有水的地方也不能够。我们虽然有佛的种子，你如果不把它放在适当的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我们佛的种子就没有办法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因此，不要说没有关系，我有佛的种子，我有佛性，所以我不必修行。这样子你能不能成佛？不能的。因为你是把你佛的种子放在水泥地上，放在石头上，你根本不能够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你要好好照顾它，好好照顾它，就是跟随着师父们来学习、来修行，努力的做，就是好好照顾，你就会成佛了。一切道种子，这样子就是把一切智道种子给圆融、圆满，你就完全知道世间相是什么，这智慧，而知道有。世间相是什么？我们就破除了所知障。那个觉呢有3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自觉，第2个就是觉他，第3个呢就是圆满觉醒圆满。这3个自觉就是自己要觉悟了。你要觉悟别人之前，先自己觉悟。觉悟最简单的一个譬喻就是要醒过来醒过来来。诸位朋友，请问昨天晚上有做梦的人，请举手。你有做梦？你做了什么梦？这位师姐，你做了什么梦？醒来就要忘了昨天晚上没有做梦的人，请举手。肯定吗？你们肯定没有做梦吗？肯定。No， 你们都错误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做梦每一个人睡觉都会做梦，除非你是成佛了。成佛人就不做梦否则我们都在做梦，我们都在做人生的大梦做梦好了，也许你昨天晚上做梦忘记了，你们曾经做过梦请问你们做梦的时候，时间过得快不快？时间过得很快你们做梦的时候，空间跳得快不快？会不会一下子梦到你小时候的家？会不会？一下子呢梦到美国，一下子梦到香港、台湾，会不会？会。梦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有没有梦过被这个
狗啊追到的，有。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哇哇叫？会不会哇哇叫？会。有没有梦到这个蛇的人？有没有？哎呀，怕不怕？怕，你们都会哇哇叫哈。可是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会想我刚刚所做的梦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你做梦的时候，蛇存在不存在？你做梦的时候，你在大喊大叫，你在哭，你在这个痛苦，都是存在。你如果做梦梦到你在吃那个很好吃的东西，你会不会笑？会笑。等到你醒过来你会怎么讲？我有没有问题啊？刚刚为什么在笑？你旁边的人会说你刚刚为什么在笑？你为什么在哭？是不是这样？学佛修行就是让我们醒过来，醒过来就发现说我们做梦的那一切呢都是假的，我们所做梦的一切通通是没有用的你做梦的时候梦到你在吃饭，你肚子会不会饱？会不会饱？不会饱不会饱，真的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有你醒过来去拿东西来吃，你才会饱，是不是？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都无效，有没有效？都没有效。有没有用？都没有用。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通通是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这代表什么？我们现在如果还在做梦，还没有成佛，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所做梦的这一切呢，有没有用？通通没有用。你一定要醒过来，像师父们，像这些智慧者，他醒过来了，他所做的才有用不然都在做梦。梦中的一切通通是假的，通通是假的，都毫无意义的。你在那边哭，在那边笑，通通没有用；你在那边吃饭，通通没有用。你即使在梦中梦到被人家杀掉，会不会死？没有死，梦里面死掉了。可是醒过来以后有没有死？都没有死通通没有用梦中的一切都没有用，所以诸位朋友，赶快什么？心经最后面一个，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什么叫揭谛揭谛？揭谛揭谛什么意思？赶快去吧，赶快。这意思说赶快醒过来了，不要再做梦了啦，不要再梦了啦，梦里面都是假的啦。揭谛揭谛就赶快去吧，赶快醒过来吧。波罗揭谛就赶快到那一彼岸，到那个觉悟的彼岸，成佛的彼岸。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说我们赶快去吧，我们赶快去吧，大家一起去吧大家一起去吧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我自己一个人去的话有点寂寞嘞，没伴所以大家要赶快去。那个就是波罗僧揭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菩提就是觉悟，就智慧。只有这种菩提觉悟醒过来，才能够圆满，才是真实的。学佛第一个就要自觉，醒过来。醒过来是什么？我跟过去的我是不一样的啦。我学佛以后，我跟过去的我是不一样的。学佛修行以后的我要有智慧，学佛以后的我要有慈悲。我要醒过来，我再不要再被过去的习气转，我不要被过去的烦恼所伤害。我完全醒过来，跟过去是两样的人，是不一样的人。我是一个觉醒的人，自觉了，自己要觉悟过来，自觉过来。而觉悟过来以后，烦恼就没有了。您在做梦里面会怕老虎、怕蛇、怕什么？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你做梦的一切通通是假的，所以你会不会有烦恼？不会有烦恼了。当你觉悟了，你醒过来，你就不会有烦恼了。你醒过来所做的一切就是真的，你没有智慧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很多的善心人士，如果没有智慧，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即使你行布施也是假的，你持戒也是假的。对，所以为什么六度菩萨六波罗蜜里面呢，以智慧为导，就是以智慧为指导。你没有智慧所做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个通通是假的，通通是走歪了。一定要有智慧。能开智慧的最好的、最简单的一部经典就是心经就是心经，让我们自觉。最简单、最扼要的一部经典就是心经。
可见得它的重要性。自觉醒过来了，醒过来了，我过去都在做梦，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效，现在我要追求那个有效的醒觉的生活啊。第二个觉就是觉他，我醒过来了，我醒过来了。如果说是我们一家的人呢，只有我醒过来，比如说我们一家有10个人，只有我醒过来，我所说的话，其他9个人会不会认为我所说的话是对的？他们会觉得奇怪，你为什么会说那种话？我们说一切皆空，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他人呢，他不了解，他就会跟我们辩，他就不能够一起跟我们一同修行来开展智慧。那我们就要觉他，我们要起大悲心来觉悟他们，让他们醒过来啊！因为我们回想过去还在做梦的时候，是多么样的痛苦，是多么样的无奈，是多么样的迷惘。现在呢，自己醒过来，哎呀，多快乐！早上我们上课之前呢，我们这位大菩萨跟我谈了大约1个多小时，他好快乐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在佛法里面哇，真好啊！在佛法里面那种快乐绝对是跟外面的快乐不一样的。那是发自内心那一种不必任何代价，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的快乐。我们从台湾来的这个最年轻的朋友茵茵，请站起来让大家见识一下我们最年轻的朋友从台湾来的，才只有18岁可是他老早已经觉悟了，他老早已经告诉我说：“老师，我要跟你学习。”我将来的人生是弘法利生我人生唯一的志向人生唯一的志向就是弘法利生，我不做其他的想。他的才华很多，非常的伶俐，非常聪明，做其他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可是他已经觉悟了，他已经锁定他要觉他的这事业，要弘法利生呢。这么小的小孩子这么小的小孩子有多少人能够自己觉悟醒过来呢？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呢？他在今年在台湾考大学，他只有一个志愿，因为他要跟郑老师学习因为郑老师是学外文系的，所以他也要学外文系。因为郑某某是在台北，他说我要天天听老师的课，因此呢，我只有台北的学校我才要读。其他的学校呢，我都不愿意读。你看看，他人生目标那么样的确定，那么的确定，弘法利生，弘法利生有没有让自己名利双收？没有，完全都是在利他，完全都是在觉他都是在觉他。所以诸位菩萨我们早一点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更要发愿觉他。你只有觉他，你这个人生才有价值你自己过得很好，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已经觉悟没有用的。你的人生的光没有发挥出来，你的热没有发挥出来。我现在活着1分钟，还活着1秒钟，我就要工作，我就要利他，我就要弘法利生，帮助一切众生，这是觉他。觉醒圆满呢，就是你整个你所应该做的这种觉他的工作，你都已经做好了。你没有1丝1毫是为着自己，没有1分1秒是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之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自觉就是阿罗汉。自觉重要不重要？重要。你自己不觉悟的话，你不可能知道怎么觉悟别人。自觉的人就是阿罗汉，觉他的人就是菩萨。我行菩萨道就是觉他，觉醒圆满就是佛，因为他已经做的这个圆满了。如果能够这样子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话，我们这个觉悟就可以破烦恼障，这烦恼障就破除了。你看我们的烦恼多不多？很多了。想这个想那个，想这个想那个了烦恼多不多？大菩萨，你有没有烦恼？有没有烦恼？他的烦恼很多。早上才被我骂了1个小时你鼓掌你鼓掌，他被我骂1个小时那你要不要被我骂1个小时？好，
你找个机会来，我骂你1个小时啊。我们这个大菩萨他非常好，他已经觉悟已经觉悟，可是烦恼很多啊，他烦恼很多。烦恼什么呢？烦恼呢？我要不要继续念书啊？我要留在印尼呢，还是我要到这个台湾去呢？那烦恼啊，我这个要不要结婚呢？烦恼，我如果没有结婚，我老了怎么办呢？谁来照顾我了？这样子的烦恼，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的人，都是没有智慧的人所以就骂了他1个小时骂个什么？你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为什么还不赶快这个决定你自己要走的路？要决心，要有恒心，而且今天就要做，当下就要做，不要想那么多。你想了那么多年了，都没有采取行动，有什么用？通通是梦想，通通是在做梦。你唯有醒过来，好好的做，好好的做，好好的做，你才可以这个成功所以被我骂了1个小时以后他就烦恼障就没了。因为他再也不会迟疑说他这一辈子会担心什么，会担心老了没有人照顾会担心说我到底要在台湾，要在这个印尼。我跟他讲，你如果想要发挥你的这种弘法利生的这种功能的话，你在印尼最好因为在台湾不缺少你这个人因为在台湾能够弘法利生人比你多的是，所以你在台湾你根本发挥不了。但是在印尼呢，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固然没有那种能力对大人来弘法利生，但对小孩子绝对有能力。有时候你去教小孩子那绝对是绰绰有余，可以教得很好。你就要觉悟过来了，你就要把这个烦恼给去除掉。什么？你就要发一个愿，我要帮助小孩子，我要替小孩子上课，要替小孩子上课，自己就要准备了，自己要准备，自己就学习，自己要成长了，自己什么的烦恼就没有了，不会说下了班对着墙壁傻眼不会对着墙壁想自己要干什么，不会，因为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为要教小孩子因为要教其他的人，佛法上面就要精进这个就是佛的定义啦。所以大家知道佛的定义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觉醒的人。智慧呢，一切智，道种智，一切道种智。觉呢，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谈了佛以后，继续我们来谈这个法。这个法就是佛所说的真理，佛所说的真理佛所说的真理佛所说的真理，首先它可以包括2部分第一个呢是在讲真理的部分，真理的法则。第二个部分在讲生活，真理是理想，生活是现实面，这是现实的我们每一天都要生活了。佛呢就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生活你要怎么样子过日子，你要怎么过日子呢才没有烦恼，才没有痛苦。他教我们这一个。那另外一个说，除了好好过日子，好好过生活以外呢，这是不够的，因为生活是有限的。诸位，你们能够活到80岁吗？可不可以？能够活到，也许可以活到80岁，能够活到100岁吗？不一定。很多人摇头了能够活到500岁吗？不能了因此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再多再丰富，生命再长都是有限的。生活是有限的我们作为一个有理想的人，我们能够万物之灵的人，我们呢不希望在有限的空间时间里面被束缚，因此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无限。生活是无限，真理是无限。这无限呢，就是没有限制。没有限制，这时间没有限制，空间没有限制。佛不被时间所束缚，佛不被空间所束缚，佛所说的法不会被时间，不会被空间所束缚。虽然佛是在2500多年前出现在这个印度，可是他所说的话今天还可以适用。科学越发达，其他宗教纷纷跌倒，只有佛法越来
越显示它的伟大，因为它是不变的一个真理。那为什么是不变呢？我们在心经里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他的佛书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以后我们就慢慢谈。佛啊，超越了空间，也就是说，佛所说的话是指在印度有效吗？在台湾有没有效？在印度有没有效？印尼有没有效？有，到哪一个地方都有效。它突破了这个时间，突破了空间。我们成佛以后啊，我们就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舍利佛啊，他实在是很伟大的人了。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实际一点，好好过日子，好好过一个快乐、光明、没有烦恼的日子。另外一方面说，我们不要以此为满足，我们要挣脱这个有限的时间空间。我们呢要成佛，我们呢要无限，成佛就是无限的啦。那知道了，这个有限的生活呢，就是所谓的戒律啊。所谓这个真理呢，就是我们所说在讲经的部分。好，那这样子就有了经跟律了大家注意哦，佛所说的话里面呢，有关于有限生活的，那就是戒律。那戒律呢，有在家人戒律，有出家人戒律有5戒、八关斋戒、10戒、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种种戒律，这是告诉我们怎么生活。好像开车子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是交通规则哈。那有关于这个真理的部分，就在讲经。你看这些经典呢，都是告诉我们这个经典真理，人生宇宙的真理。心经它属于经的部分，所以它是在告诉我们有关于真理的部分。有关于我们真理的部分，就可以让我们呢解脱这个有限的生命，发展这个无限的这种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无限的发展出来了。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无限的人？是，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能够超越时间空间，也就是不会死的人？我们会超越说，我想在印尼就在印尼，想在美国在火星，在地球，在月亮，想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对，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个就是佛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这个完全的觉醒过来，完全的这个有智慧出来。好，这个是佛所说的经跟这个律的。但佛所说的经跟律，他入灭以后，也就是他过世以后后代人有的时候不了解他因此呢，就有一些后知后觉者。我们说有先知先觉，就是佛。有些人呢是后知后觉，这是后来学习以后就可以知道的。这后知后觉，后知后觉的人，他研究佛法、修持佛法，感觉到佛所说的有关于生活方面、有关于真理的体悟方面，有一些人不了解，所以就把它解释出来，就把它说明出来。因此呢，就产生了第3种，那的论。论有一部分是在解释经的，有一部分呢是在解释律的。论就是注解、说明，在说明佛所说有关于生活要怎么生活的，那这是在解释律的部分。如果说在解释人生宇宙的真理的部分，那就是有关于经的注解。那3藏大家知道了，3藏是什么？3藏是什么？经、律、论经、律、论。我们汉文的排列是经、律、论如果是南传佛教的话，那就是律、经、论总之就是3藏，所以佛法的内容佛法内容。那佛法的内容它这么样的广泛，我们穷一辈子之力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它。但我们不要泄气，只要掌握要领。那其中最简单扼要的就是心经心经确实简单扼要。为什么说心经包含了佛所说的一切教法呢？一切教法，那这样子我们就要对佛所说的教法如果就内容来讲就修行的次第来讲，就因为众生根器不同而所说的
法来讲呢，我们可以这么分类啊，Tripitaka OK Abhidhamma， 好，我们现在呢就佛所说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修行次第来讲，我们可以说有二乘之说。乘就是车辆，有二乘啊。第一个呢就是小乘，小乘这车子比较小。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乘啊，这是大乘啊。除了小乘跟大乘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乘啊，就是人乘啊，还有呢就是天乘。人乘是什么？有一些人呢，他只想下辈子再来人间啊，好好享受这个人生。那佛就告诉他这个方法。天乘是什么？是想到天堂去的人，佛就告诉他你到天堂去的方法。那这个人乘，佛最简单的教说就是五戒；天乘最简单的教说呢，就是十善，或者是修禅定。到欲界天去就是修十善法，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呢，就是修禅定。啊，这个是佛所说的最简单的人乘跟天乘啊。所以你如果下辈子还想当人，你就要修五戒；你下辈子如果想到天堂去享受，你就要修十善。五戒十善都是针对身口意而说啊。你如果想到色界天啊，这个是欲界天啊，十善呢是欲界天，欲界天，欲界里面有天道，欲界里面有六道哈。那这个修禅定呢，就可以到色界天，还有无色界天，无色界。你如果想要解脱这个轮回，要解脱这个三界，处理三界，就必须要修这个小乘，乃至于大乘啊，乃至于大乘啊。修小乘，我们在印尼有接触到很多的小乘的师父了。小乘可以分为两乘，一个是声闻乘啊，另外一种乘啊就是缘觉，缘觉又称为独觉。声闻，声就是声音，闻就是听，就是听这个声音，听谁的声音？听佛的声音。佛如果还在世间啊，佛这么说啊，你要怎么做啊？怎么做啊？啊，依照听佛的声音所得到的教法去修的那些人，叫做声闻圣人。另外一种人呢，我们称之为独觉，就是佛他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过世入灭了，涅槃了。这个时候就要修什么？缘觉乘，或者是独觉。缘觉，缘就是因缘，靠着因缘的思维来得到觉悟。独觉就是没有老师，没有佛的教导，自己努力思维教法修持，因而得到觉悟的，那就是缘觉啊。那知道了。声闻乘主要的呢就是苦集灭道这四圣谛啊，大家知道哈。心经里面呢有无苦集灭道，哎，佛不是真的讲了苦集灭道了吗？为什么心经里面要讲无苦集灭道呢？啊，这个以后分解啊。缘觉乘指的是什么？12因缘，讲12因缘。12因缘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佛有没有讲12因缘？有没有讲12因缘？有。可是心经为什么讲说是无明，亦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样子不是观世音菩萨跟佛在作对吗？佛说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可是观自在菩萨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哇，那学生都不听老师的话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啊，不是这个话，那是因为学生他在诠释老师的话。好，这个就是心经哦。心经呢是在颠倒我们的思想。为什么要颠倒我们思想？我们就要成佛。我们如果没有颠倒我们现在的思想啊，就成不了佛，就永远是凡夫，是不是？我们如果没有颠倒啊，我们
颠倒现有的习气、现有的思想、现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一样是烦恼，一样是烦恼，一样是痛苦。我们这位大师兄有烦恼有痛苦，那他要感谢我，所以这个菩萨在这个鼓掌我骂他1个小时是因为他在鼓掌，他在替他高兴。因为什么？因为我在颠倒他的思想，把他现在所有的烦恼通通给反过来，你唯有这样子唯有这种逆向的操作，有一个名字的逆向操作。你不要再顺着过去的习气的啦。什么叫过去的习气？我打你一下子你就骂了，说哼，你为什么要打我？这个曾老师这个坏人，他都要打我，我要打你一下，之后你就打过来了，是不是？过去的习气是这样的。当您想要成佛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改掉这个习气，你就要反过来。以前呢会发脾气的，现在改成不会发脾气；以前呢会贪的，现在改成不会贪；以前呢是迷迷糊糊做梦的，现在就要改成觉醒过来。那以前呢很傲慢的，你就要现在改成谦卑恭敬。你以前呢很怀疑的，因果不存在这个因果是假的你不相信这个佛法，多所怀疑。释迦牟尼难道那么伟大吗？他是真的没有烦恼了吗？很多的怀疑。三宝是真的那么好吗？怀疑很多。你现在就是改变那个习气，你只要一改过来，朋友们，你们就成佛了啦，就成佛了啦你只要逆向的操作。那12因缘声闻那是小车子。什么是小车子？也许你是只有这个 bicycle 或是 motor 那种摩托车，或者是你的车子比较小，你只能够载几个人只能够载几个人，那就是小乘。那佛教后来发展到大乘，我这个车子是吉普车，我是大卡车。大乘呢就用大车子，以及用那个无限的大车子呢来载一切的众生，那就是大乘的佛法。大乘的佛法，它重要的呢就是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这诸位朋友经常看到的。还有呢就是六度六度好，六度咯。六度大家会背了六度六波罗蜜。度的意思就是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印度话梵语，是你搭着车子交通工具从这里到那里，那就是度从这里从烦恼到没有烦恼，就是度；从没有智慧到有智慧，那就是度。有6种方法。那这6种方法，第一个就是布施，第二个就是持戒，第3个禅定，第4个忍辱，第5个精进，第6个就是智慧，就是般若。好，那这6度里面呢，以哪一个最重要？智慧最重要，智慧最重要。前面讲过你没有智慧的布施没有智慧的布施是会害死人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不自爱，他只会向人家乞讨，他要了钱了以后就拿去赌博啦，就拿去做坏事情了。我们还说我们呢要行菩萨道，时候要布施，碰到这种对象要不要布施？不要。我们要有智慧了。我们晓得说他们拿了这个钱就去做坏事情，你还要布施吗？你只是帮助他越来越坏而已的越来越坏而已。没有智慧的布施那会害死人。好，持戒要不要智慧？要，一定要智慧要智慧。我们在禅宗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比丘就是出家的和尚他不可以接触女众的。但有一次，有师兄跟师弟2个人一起走到一条河边，来到河边，他就要渡河过去了。可是看到一个妇女在河里面就快要沉下去，那个师兄就一把就把这个妇女给这个救起来，把她背在这个肩膀上，背着她渡过了河。这个师弟也跟他渡过了河那好几天下来，这个师弟晚上都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他说：“哎呀，我这个师兄一直说
他是跟着老师师父在学习的，可是我今天就看到了，他就没有持戒嘛，他就破戒了嘛，对不对？怎么还可以把这个漂亮的女人憋在这个后面呢？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晚上就是失眠即使吃了失眠药都睡不着，因为他恨恨不平，哼，师兄都白学了，哼，师兄啊，当和尚都是白当的啦，好几天下来都快睡不着觉了那这个一看呢，怎么师兄呼呼大睡，怎么睡得那么好他就很讶异师兄你干嘛？你已经犯了戒，结果你还睡得这么安稳，到底是什么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师兄跟他讲，我老早已经放下了，你为什么还没有放下船过水无痕你看这个船在河面上水面上走过的时候有很多的波浪，可是船过来以后那个痕就没了船过水无痕。你要有这一种的能耐，这是智慧。智慧是什么？你该做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什么？单问自己的起心动念，我的起心动念是要帮助人家，是要度人家，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持戒。再下来禅定，禅定要不要智慧？要你看很多修禅定的人修的怎么？修的怎么？嬉笑发疯，有没有？我们经常有时候打坐修禅定会走火入魔，那什么？那就是没有智慧。他就是对佛法的知见不了解，他就是打坐呢，碰到境界就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有神通自以为他要干什么，他就是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进入这个地狱去。没有智慧的打坐，没有智慧的禅定是没有用的。再下来精进，要不要智慧？要在来台湾之前的前一个晚上，我在台湾看那个电视。那个电视节目正好在播出播出什么赌博赌博这个夫妻都很喜欢赌博的那个就是在看就是那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访问那些有赌博经验的人他就其中有一个人说他的赌博曾经有3天3夜没有睡觉，请问诸位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赌博3天3夜的没有因为诸位都是很正常的佛弟子如果3天3夜了，在赌博这一方面他算精进不精进？精进呢他精进。为什么是精进？因为他3天3夜都没有睡觉眼睛睁的这样子赌博3天3夜他很精进。可是他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精进你说好还是坏？坏3天3夜没有睡觉，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自己又赔了几百万几千万的钱，因为他输了不认输，他硬要捞回来，所以赌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人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之下，精神不集中的情况之下，那一定赌输的，那保管赌输的。因此我们万一有去赌博你输了你就要赶快溜掉，因为那时候脑筋已经不清楚了，不清楚所做的事情通通是错误，通通是假的，你一定要清醒过来。精进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这些通通是邪门。什么邪门？你不要看很多人他不学佛的话，没有佛教的这种般若智慧的话，他也修禅定了，一天到晚打坐了，他也一直在布施他也一直在精进他也在持戒忍辱忍辱也要智慧你没有智慧的忍辱那是什么？自讨苦吃，是不是自讨苦吃？对你要有智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非常坏的人这个非常坏的人他打你，他骂你我们忍辱吧，忍辱吧，这样子只是害了那一个人，也害了自己，因为自己怨恨不平。那一个人呢越来越嚣张，自以为他很厉害，他就台湾话叫做扔头青棍这个扔头青棍跳舞就那土比较松软的那个锄头一挖下去就会挖得越深，他就越来越欺负人，所以你就害死了那个他。那个是忍辱，我也是忍辱100%的忍辱但没有智慧。在那种情况之下，你看到这个不讲理的人呢，你必须要给他一点教训的话，你就要骂回去
对，什么叫骂回去？你要怒目金刚啊！你要这样子啊，这样子把他这个抵过去，用你的智慧，让他知道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我要让你解脱你的烦恼啊！诸位，你要行菩萨道，行大圣，6度都要修。可是，拜托，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有智慧。你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其他的5度通通是假的，通通是害别人、害自己。诸位，如果你想要智慧，一定要读什么经？心经啊！为什么要读心经？心经是开我们智慧，是让我们的行菩萨道、修六度更圆满。因为心经它的经名叫什么？般若蜜多心经。哦，这是非常清楚的哈，非常清楚的。你想行菩萨道，想修大乘法门，想要成佛，你就必须要有智慧。第一步，先求智慧。先求智慧，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心经给读懂了。心经的含义给读懂了，你知道了，你智慧有了，你将来所修的持戒才是真的，忍辱才是真的，布施才是真的，精进才是真的，禅定才是真的。你没有智慧，没有醒过来，完全都是无效，而且是只有造孽而已，是不是？真的是造孽呢？你布施啊，好，你布施，你没有智慧的布施，你真的是造孽呢，是害死那个人呢，害死那个人，害死那个对象，那是害死自己了，害死自己了。要有智慧，要有智慧，这是从修行的次第来说。那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呢，经常听到说有显教，有密教，是不是？有显，有这个密。显跟密啊是什么呢？在大乘佛法里面，它又分为一个是显，一个呢就是这个密。显跟密啊，是大乘佛法里面的2大派别啊，2大主流。显教它包括声闻，包括缘觉，包括这个大乘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人圣、天圣，这个都是显教。显就是很明显、很清楚，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那个就是显教。所以大家知道了啊，所以显教包括人圣的教法、天圣的教法、声闻圣的教法、缘觉圣的教法，还有大圣的一部分，那个就是显教。密教就是一种特别的方法，特别的方法呢是老师根据这个学生的根器，传给他一个特殊的方法，给你一个特效药啊，你立刻就可以得到这种效果的显，这个就是密教。好，显密都是佛的教法，显密都可以让我们成佛。显密其实是不二的，显密其实是没有分别的，显密其实是在一起的。我们心经里面呢，有没有显教的部分？有没有显教的部分？有。有没有密教的部分？有。如果说诸位很喜欢修密教的，其实心经讲够了，因为心经的最后面呢，不是说吗？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是大神咒，是什么？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讲得那么清楚了。般若波罗蜜，你有这种般若波罗蜜，你有这种智慧，它就已经是大神，神就是能够让你有神通。你那个大明是无上，是无等等咒，即受咒曰：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所以你如果很想要修密法的人，其实心经就有了。心经显教也有，密教也有，要简单。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看那么好，那么好，就是短短的260个字里面呢，他把所有人圣的东西他也讲到了天圣的东西也讲到了声闻圣的东西也讲到了缘觉圣的东西也讲到了菩萨圣的东西也讲到连这个密教的部分他都讲到了。所有的佛法全体统统包括在心经里面。你如果说想要找一部简单扼要能够涵盖全部佛法的，只有心经一部。
啊，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的经典。再找到其他，当然其他的经典也都是在诠释同样的东西，但是就说最简单、最少字数最少、最容易记诵，啊，这个文词最美，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心经》，那文词那么美，即使他不学佛的人，很多书法家都一直在抄《心经》。啊，有一些烦恼很多人就是抄《心经》。你现在有没有抄《心经》？有哈，有在抄《心经》。很多人啊，练习书法，有烦恼、有痛苦的，他只有抄《心经》，即使他不信佛，可是他把《心经》抄下来，把它练下来，心里头都非常的安静，非常舒服，因为它是波罗蜜。所谓波罗蜜呢，是让您从痛苦到不痛苦，让你从没有智慧到有智慧，让你从混乱妄想心里头非常的宁静，非常的清楚啊，这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心经的功德啊是非常大，心经的好处是非常的大啊，非常大。诸位早晚课都可以诵经，你们在回家的路上，在上班的路上或任何时刻呢，都可以背诵心经。你在烦恼的时候都可以诵心经啊，那绝对有好处啊。我们今天早上就很简单，将佛法的内容、修行次第、显教、密教，统统介绍了啊，都介绍了。好，请问大德们有什么指教的没有？你们有指教的话，我才能够成长啊！啊，来，哦，佛教里面有多少经典？好，这个如果是南传佛教，因为佛教是很广泛啊，南传佛教的经典一本他们编辑成《南传大藏经》哦，我们这里有啊，我们这里有《南传大藏经》。啊，这个是南传，这是南传佛教的，巴利文体系的经典呢，像这样子的经典呢，南传佛教的有50本，这是南传的哈，像这样子的有50本，有50本哈。如果是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国文字的经典，翻译成中国经典，我们这里有没有汉传的经典？我们这里没有哈。没有，他那个如果是大正藏，以大正藏为这个标准哈，如果是以大正藏为这个标准他是日本人，他曾经编了一个大正藏每一本大约这么厚这么厚，汉文那个字体很小字体密密麻麻的很小这个字体没有这么大，大正藏的经典文字没有这么比这个小得多，密密麻麻的一本呢，不是这么大比这个还大。这么大的这样子里面的文字密密麻麻的呢，我们中文的大藏经，中文的经典呢，有100本，这么厚这么厚，然后这么大的一本，里面的文字小小的那就有100本，这个是中文的，这个中文的如果是藏文的，藏文就是那个西藏人，藏文的。大藏经他们分为2部，一部叫做甘珠尔，一部呢叫做什么丹珠尔。丹珠尔就是跟我们汉文藏经里面所说的经汉律，就是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论他们所结集的那个藏文的大藏经比这个还要大本还要大本也是这个50-60部那诸位可以晓得了我们这中文的经典有多少非常多南传的、北传的、藏传的那非常多你如果读中文的大藏经，你一个字一个字这么读它，一天读12小时，一个字一个字这么读的话，一定要读3年才能够看过一遍。一天读12小时，你要读3年才能读完。你这么练呢是读3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大藏经是镇国之宝，镇国之宝。每一个国王、皇帝他一上台他最重视的就是大藏经。当天下大乱，天下有
这个灾祸啊，有这个不平静的时候啊，一定要印刷大藏经，因为大藏经就是镇国之宝，最宝贵的啊。是世界上啊，没有哪一门学问，哪一种宗教，内容像佛教的经典这么丰富的啊，它的理论之高深广泛，没有其他的学问宗教能够比得上。我们这个菩萨那所说的啊，我们如果看佛经啊看不懂，那现在就有很多的佛学词典哈。那最简单的佛学词典呢，就是这个丁福宝的佛学词典啊，现在还有用现代文所写的啊，不然的话，你看佛光他编了一套，这是佛光大词典，总共有7本，一本这么厚，总共有7本。在这个书柜上啊，有一个叫佛教百科全书啊。佛教百科全书好像有8、9本，那个名词你不懂了，你就翻译看它有。对，对，啊。圣经有啊，因为这佛教的我们要给他送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都有那个早晚课诵本。啊，里面哈那些就可以，那里面一定都包括有心经，因为佛教的经典太多了，所以我们只能够选那个最重要的。也许最重要的是文言文看不懂，现在有一些是有白话文的，啊，白话文的解释也都可以。那佛经啊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为什么不了解呢？因为佛经是讲人生的道理，是讲宇宙的道理，而人生啊太复杂了，是不是？你的人生跟我的人生都不一样。那人生太复杂了，因此要把它解释得清楚就很困难。宇宙呢太大了，太广泛了，你要解释得清楚也不那么容易，因此佛经就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呢。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怕难，因为我们有佛的种子，我们只要把佛的种子好好照顾、好好种植的话，就可以成佛啊。来，还有没有指教？是刷波后啊 ，OK。刷波哈哈，刷波哈是从梵文刷瓦这边翻译过来的。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波利萨婆诃，萨婆诃啊，您注意啊，在咒语里面，你如果持咒啊，往往最后面都有萨婆诃这3个字。萨婆诃这3个字，如果翻译成中文，最简单的意思就圆满，啊，一切都圆满，都很好，也就是一个结尾。啊，你做什么事情，这时候真的啊，收成、结为大收获、圆满，就是圆满成就的意思。啊，这菩提萨婆诃呢，就是觉悟圆满啊。啊，还有是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既非宗教也非哲学。啊，哲学是什么？是靠着人的思维。啊，用这种逻辑的方法所建立的知识系统。那哲学里面它包括本体论，包括现象论，包括实践论，包括认识论，啊，认识论这些就是你依照逻辑 logic 所建立的知识系统，对于人生很多的事情不了解，你去探讨它所建立的。那这是哲学。那宗教啊，如果是宗教，西洋人的宗教定义跟中国人的宗教定义是不一样。西洋人的宗教定义是从英文的 religion 这个字来 ，religion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就 religar 这个字来。religar 的意思呢 ，re 是 re 啊，我们 religion 那个 re 的是这回去、回头的意思，而 regard 这是主啊，上帝源头。regard religion 呢，原来的意思是回到上帝那边，回到我们的源头，回到我们的老家。其他的西洋宗教定义都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神造物主，只要回到那边，你就得救了；你不回到那边，你就不得救。这是原始的西洋的宗教的定义。那中国呢，没有这种定义，尤其是佛教没有这定义，因为佛教没有造物主，佛教没有神啊，所以我们不是回到
这个造物主那里去，我们不是回到这种神那边去。佛教称之为宗教，因为它既是宗也是教。宗是什么？宗就是修行，就是在修你的心，称之为宗。我们说禅宗为宗门，为宗门啊。宗啊，就是修心，就是去看心，去反省，去关照，去认识自己的心，去证悟自己的心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宗。教就是教理，就是理论，一切佛所说的这些理论，那就是教。因此，佛教称之为宗教，就是说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理论的部分，讲解义理；第二部分呢，你就要修行。您诵经、法会、打坐、念佛、持咒都是修行，啊，这是去目的啊，是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让自己的心清明觉醒，有智慧，啊，那是佛教的宗教定义，啊，这是最真实的宗教定义啊。我们现在所通知的宗教定义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宗教定义啊，就是说啊，有一个仪式，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有一个宗教教主他所说的话是这种定义。那我们佛教有没有仪式呢？有，但要知道这些仪式都是要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心，让我们心能够安定，让我们自己觉醒，让我们自己有开悟，那个就是宗教。那佛教最重要的，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佛教有修行，其他宗教啊都不讲究修行。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跟这个牧师神父在一起，我们那时候要奠定这个宗教法，我就说啊，宗教法啊里面所要探讨的内容啊，就是要有修持、修行这两个字。那个牧师神父立刻反对，他说我们宗教，我们的基督教、天主教里面没有修行的，他们真的没有修行。真的没有修，因为他们为什么没有修行呢？他们完全只有信了。你信耶稣者得救，他根本不叫我们修行嘛，对不对？这很大的差别。我们佛法是讲信解行证，信是重要，但是解行你没有解行了不能证。但其他宗教你只要信就够了。但是佛教很不同的，不同其他宗教，他强调修行，有实际可行的方法。我们实际怎么只把佛的这个种子栽培、照顾，将来开花结果，我们有这个方法啊。但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个方法。我其他宗教说你只要信就好了，其他通通不用谈。甘一个是丹，我们知道黄派西藏佛教黄派里面有一个寺庙叫做甘丹寺，有没有听过？黄家有6大寺庙，其中一个寺庙叫做甘，对不对？就是甘丹寺，就是也就是说是有丹珠儿，还有甘珠儿。啊，这个丹珠啊，大家就这样子哈。好，我看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师父方丈和尚在这边，请我们师父开示一下哈，谢谢。啊，午安，阿弥陀佛。啊，很难得啊，郑老师这个有机缘哈，又在4年了，那么快啊。再来跟大家讲这个心经啊。那这一次呢，特别这个严格的要求，希望大家认真，能做笔记。还有我们翻译了一本那个心经啊，用印尼文啊，使那你们如果对那个文字不大了解，可以从那个印尼文里面那个去了解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哈，郑老师一向来都是在佛教里面很用功的一位大菩萨。那虽然他现是一个在家生，他是一个大菩萨的精神，他能够把佛教这个在家人有很多他们虽然有些可以讲佛法我们印尼也有人会讲佛法，不过呢，我们郑老师呢，他是真正很虔诚，也是真正一个好像维摩诘再来一个大居士。那我们看他的贡献，在这个文化方面、文字方面做翻译，跟随达赖喇嘛翻译很多这个藏文的经典。现在这个西藏的佛教目前在全世界非常兴盛。
如果我们汉传佛教大家没有用功啊，把素质提高啊，那恐怕我们讲什么汉传佛教几千年历史，多好多优美的这个文化我相信将来我们大家都是落后的，尤其科学时代，所以你们大家要用功要用功。尤其我们在印尼方面不容易能够听闻佛法。我还想到过去我是非常这个辛苦的，有时候在讲一点佛法，提心吊胆，有时候念中文经还是提心吊胆的，做大法会做了也是一个提心吊胆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政治的因素也不同那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开放了，也是大家的这个福报也争取了那么久32年来现在慢慢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那尤其我们大家在中国人学习佛教学习佛法信佛，我们中国人要的确的，我们要倒回来，要从这个教育方面要用功，因为几十年来可以说下面一代的人他完全都不懂了。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宗教通过我们尤其是佛教徒，那蒙熏佛法，我们净化自己那我们懂了也能够教育下一代。心经这个现在科学发达，就用得着心经了。心经有很多可以回答我们世间的很多问题的。那你们刚才问了很多问题，我要注意那这个等郑老师下面都会跟你们讲的。心经这个是很短的这个字体，它的智慧很奥妙的好，那我们再一次的大家要感谢郑老师播出这个时间来莅临印尼那同时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你们大家如果不回去的，在这边用餐跟尤娜老师报告一下那你们就可以休息，下午就继续了那如果大家有些回去的人也报告一下，我们做一个记录。因为有时候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学佛又那么辛苦了，要这个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制度，没有制度，你们的心散漫，要得佛法很容易得那心很散漫，没有认真的，所以我们就通过很多这个师兄师姐他们在开会，要请郑老师来，要严格的，希望大家能认真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不容易那他老人家还要回台湾，很忙这今年从我听他讲印度西藏美国，哇，他这个整个人可以分了这个3000大千世界，一下子就飞这个5大洲，你看美国了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科学发达，我们现在人类很快一下子要到哪里都那么快，很容易，资讯很发达。那所以我们再次的感谢郑老师来到印尼我们要好好把握机会，这几天你们要好好亲近，不了解的要多沟通，跟老师多沟通智慧之学的话，就会被喜爱智慧之学所困住，就不能够成佛。我们心经里面就有无智亦无得，连那个智都要超越它。智你如果不超越它，您就是变成智的俘虏，变成智的奴隶，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大自在的佛了。为什么说佛教是非宗教？宗教有西洋的宗教定义 religion， 从 Eriga 的这个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宗教定义。因为佛教它没有一个造物主，没有一个源头可以回到源头那里去，它完全是指着在当下，在当下你内心就要清醒，内心就要觉悟，内心就要知道当下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佛教也不是着重在那个仪式表象之上，仪式表象只是一个工具，只是帮助我们去观察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内心的变化，因而得到实相
这是真理的体会而已，它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宗教。佛教可以不必有仪式，当然也可以有仪式。佛教可以有佛性，也可以不必有佛性，因为佛教佛法不是存在这个佛像上，不是存在这个仪式上。这些仪式、偶像、表象的东西、经典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佛教啊！它只不过是一个方法啊，要帮助我们去体会到自己的内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佛教呢不是一般定义中的宗教啊，它不是一种宗教啊。我们来讲，那这个佛教是什么啊？佛教是什么啊？我们所说的，它是让我们有智慧啊，有觉悟、有觉醒的这种方法教育而已，这称之为佛教啊。这佛教真实的定义呢，就是让内心这个醒过来、内心光明的一种宗教啊，的一种方法法门啊。好，还有没有？没有哈？没有了哈？没有啊？有的话随时可以指教啊，可以指教啊，因为你们的指教呢，可以让我成长啊，因为你们在刺激我哈，在刺激我。来，佛法啊，这是 OK。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从历史角度来看呢，这个佛教是先有小乘的教法，而进入这种大乘的教法。为什么先有小乘的教法，后有大乘的教法？因为小乘的教法它比较浅，大乘的教法比较深、比较广。我们学习一样东西，一定要先从基础开始，先从小的部分开始。我们要先读小学，小学之前先读这幼稚园，一定要先从基础的。读了小学以后，才能读中学，才能读大学，要有这个基础。我们可以说，您可以读了小学之后呢，进一步继续读中学、大学，但你不能没有读小学，直接读大学、读中学，这是办不到的。你小学的基础没有了，你读中学、读大学那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好像小学是第一层楼，小乘是第一层楼，大乘呢是2层楼，啊，成佛之圣是3层楼。您想要成佛之圣，一定要先从1层楼慢慢爬楼梯，慢慢上来，一直到第3楼的成佛，你才办得到。你不能讲说，我只要成佛，我不想从第1步开始，那是办不到的，那是办不到。即使你要搭电梯啊，电梯比较快，可以，但搭电梯你要从1楼、2楼来到3楼哎。你如果比较慢的方法，就是爬楼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这样子上来。你可以爬阶梯呀，爬到1层楼，爬到2层楼，说哎，我已经满足了啊，你可以在2层楼停住，但你不能没有第1层楼，就只要2层楼。在《百喻经》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主人，他招来这个工人，说我要盖楼房，这个楼房非常的好，我要住在3楼上、4楼上、5楼上，我要住在楼上，因为楼上的风光比较好，空气光线比较好。结果那个工人呢，就开始什么打地基。他在打地基的时候，这个主人就骂他：我不是要你地基我才不要了，因为我是要盖4层楼的，我不要你这个盖这个地基。就一直骂他。那这个工人呢，他就继续打地基啊。等到他打到1楼、2楼的时候，这个主人已经很不耐烦，我不是要你盖这个啦，我要你盖4楼的啦，1楼、2楼我是必要的啦，啊，你只要帮我盖这个4楼就好啊。那这个等到他盖到这个3楼的时候，这个主人呢已经是不能忍耐了，就要把他踢回家了，把他踢出去。你这个人老实讲不听，我不要你这个3楼，我只要4楼啊。请问诸位朋友，这个主人他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
它没有道理。你不打地基，你不打1楼、2楼、3楼这样子盖，你达不到这个4楼了。所谓打地基者，我们想要成佛，所要打地者，就要先做好人。做好人呢，就是我们的地基。做好人是什么？你做好人的本分。你是父亲的角色，你就要扮演好父亲的角色；你是母亲的角色，你就要扮演好母亲的角色；你是为人妻子、为人丈夫、为人儿女的，你就要扮演好这个角色。你这个地基打不好，光是想要成佛，那是办不到的，那是办不到。你一定要先把人给做好，做人的道理办到了，你在工作上尽责守分，你在家庭里面是家庭里面最好的成员，你在社会，你在一个团体，你在一个国家，一个全世界，你都是一个最好的角色，你就是成佛的地基就已经打得很稳，打得很稳。你这个地基不打稳的话，你想要成佛是办不到，立刻垮下来啊！即使有一个幻灵出来了，立刻倒下来，立刻倒下来。那这个1楼是什么呢？1楼是什么呢？1楼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圣，天圣啊，天圣啊，就是说你要积极的行善，你要修禅定。2楼已经开始有智慧了，开始有智慧呢，就是小圣的教法，小圣的教法，小圣的教法已经可以看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已经可以下雨来不会立刻被雨水所淹到，尤其是我们在南洋地区更可以体会这个道理。在我们在南洋地区，这个以前的印尼人、马来人，他们的房子1楼通通是空的，通通是养这个对家畜的那人都是住在这个2楼的，都是住2楼的。雨水一来，人不会被雨水所淹到。所以你到2楼来了，你修到了这种小圣的果以后你自然就不会被这个世间法的烦恼所障碍，你就可以得到一种解脱，解脱了这种雨水的这种侵害。你到2楼，然后你3楼是什么？就是这个修了菩萨，你的菩萨这更远了，这更远，看得更远，更能够帮助别人。4楼就已经到这种成佛的这种果位。那这是这种譬喻，譬喻就是说佛先讲小乘法，再来讲大乘法，那是因为小乘法是基础，前面的人圣、天圣更是基础。你少了这个基础，你后面的大乘教法就没有办法做好，没有办法做好。由小乘而进入这个大乘，小乘它主要的是就现象界来研究佛在想小乘教法的时候，主要是就现象界来探讨这个现象，人生的现象是什么，宇宙的现象是什么，好好去思维，好好去这个审查，去这个观察，我们这个人世间的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为什么会痛苦呢？那是因为我们被现象所迷惑了，被现象所迷惑你如果说是这里是没有光线的，有一根草绳吊在那里，你就会疑神疑鬼。那草绳在那边晃动，你就以为是鬼，你就以为是蛇，你就害怕。等到你把电灯打开了，或者是有灯光了，或是打开窗子让日光照进来，有了光线以后，你就看到了那个现象的真实面貌。原来它不是蛇，它不是鬼它原来只不过是一个绳子而已。小乘教法是从现象入手的。为什么要从现象入手？因为现象是具体的，现象是比较好观察的。他从现象去观察它，从现象去观察它的话，就可以解脱这个烦恼。大乘教法它是从这个本体来论从这个本体来论，讲本体就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他已经问到 why 已经问到 why 这 why 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现象，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个小乘他只提到这 what 为什么是这样？是什么是这个现象？
小乘它是这样子的。因此呢，在小乘教法里面，它比较偏重这种缘起的道理，比较偏重这种缘起的道理。缘起就是说，诸法因缘生，一切的现象都是由无数的因缘所组合而成。这句话是真理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那是由无数的因缘所组合而成。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生，诸就是种种，法就是现象，是种种的现象是因是缘所生。诸法因缘生，当然也是诸法因缘灭，而因一直在改变，缘也一直在改变，所以一切的法也一直在改变。这个就是在小乘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小乘是因为观察现象，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发现了这个现象。为什么诸法会生？那是因为因缘。为什么诸法会灭？那是因为因缘。而因跟缘一直在改变，所以诸法也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是小乘教法的一个基础。大乘呢，它是讲本体比较多注重在本体的这种解释。为什么大乘就讲本体呢？因为小乘有了基础，小乘让这个学佛人有了基础，晓得这个现象都是缘起以后，在大乘呢，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去谈这个本体的东西。本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追究起来，就是这个性空，这个就是性空这是性空。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大乘教法一定是以性空为基础。大乘教法一定都是在空的理论上面建立起来。小乘教法有没有谈空？有，但小乘教法谈的空不是究竟的空，不是圆满的空，也就是说，他讲的不完全，他只是讲到小空，顶多他只是讲到假而已他讲到假，法是假的，顶多只是谈到这一点。他并没有真正讲到法是空的，法是空的，唯有在大乘才会谈到。法是假是什么意思呢？法是假是从观察现象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结论。既然诸法是因缘生，诸法是因缘灭，而因缘一直在改变，所以一切的法、一切的现象都是假的。我们在这里听课，在这里共同研究心经共修，其实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因为一直在改变呢。几天之后，诸位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也不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不要说不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我也不可能永远留在这个世间即使我发愿再来，下辈子再来，也不是这个样子了。也许我下辈子再来下辈子再来不会有白头发了一定会长得这个很漂亮、很庄严的不一样。因缘一直在改变，小乘它只有谈到法是假，小乘它只有谈到这种我空的道理。因此呢，我空就是人空的道理。因此我刚刚讲说，小乘它的教法呢也有谈空，但谈的空是不完整不究竟、不圆满。要讲的完整、究竟、圆满一定要到大乘里面才来讲。大乘不仅讲了我空，更讲法空乃至于这个空不空连空不空讲的最好的空就是《般若经》在大智度论也是龙树菩萨所写的，讲的那种大智慧、圆满的智慧，提到了有18种的空，18种的空对空的解释呢，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心经是属于大乘的教法，心经是属于大乘的教法
因此，我们就详细的就《心经》，他所谈的内容，既然是大圣的话，我们就要谈大圣，他怎么讲我空，怎么讲法空，一切皆空的这个道理。大圣在印度佛教的发展，他曾经有3个发展的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大圣的初期，大圣初期，他讲的是性空啊为名的一个阶段，性空为名的阶段啊，这个大约是属于这个公元前的第1世纪啊，一直到公元后的第3世纪啊，公元后的第3世纪 Common Era， 公元后的第3世纪，大圣的中期呢，大约是从第4世纪开始啊，一直发展到第7世纪啊，讲的啊，后期大圣的后期，从这个第7世纪末啊开始发展啊，一直到第12世纪啊，这个是讲这个真常唯心的这个道理啊，这个是大圣在印度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了解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帮助我们理解什么？一部经典、一部论，或是某一个人的思想是什么？很简单，你只要把它定位，在这种历史上面把它定位，定位以后你就立刻知道了。一个人的思想，一个学派的思想，离不开时间啊，离不开这个空间，离不开时间，离不开这个空间啊，空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了哈。比如说我们中国佛教史上啊，最伟大的这种易经的师父哈，就是玄奘大师，还有鸠摩罗什，这2位是最伟大，还可以包括易经大师啊，但最伟大的还是玄奘，还有这个鸠摩罗什。请问了啊，请问鸠摩罗什是第几世纪的人？啊，对，他是第4世纪到第5世纪。好。第4世纪到第5世纪是处于什么中期？可是你要知道，一个思想它发展从印度想要介绍到中国来的话，一定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所以时间的落差呢，这个鸠摩罗什可不可能介绍到法相唯识的思想？可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他是第4世纪的人物，第5世纪的人物。第4、第5世纪的人物呢，他就不可能介绍到这里。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绝大部分都是性空为名。为什么他翻译很多的有关于空性，有关于这种禅法？为什么？因为他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再看玄奘大师，他是属于第几世纪的人物？第几世纪？第几世纪 ？OK， 他是第7世纪，第7啊。玄奘大师是第7世纪。所以玄奘大师他所介绍的思想比较多的是什么？法相唯识。我们中国的唯识宗是谁建立的？当然是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去留学，正好是碰到当时印度最流行的佛教思想，他就把最流行的佛教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成立了法相唯识宗。他跟他的弟子慧基大师就这样子了啊，就这样子了。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中国的密宗啊，中国的密宗被翻译出来、被建立，那是在唐朝的时候，有善无畏大师啊，善无畏啊，有这个不空大师啊等等，他们翻译的《大日经》《金刚顶经》。后来唐武宗灭佛以后呢，密宗就在中国消失。密宗就传到日本去，好，传到日本去，所以我们请问啊，请问日本的密宗跟西藏的密宗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西藏的密宗是第7世纪传进去的，而中国的密宗呢是早期唐朝第5世纪、第6世纪就已经翻译了一些经典。第5世纪、第6世纪是属于印度密宗发展的初期，
但早期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再传到日本去。此后呢，密宗的思想就没有再传入中国了。中期、后期的思想传入这个西藏，在西藏发展成为一个很完整的密宗的体系。因此呢，诸位朋友，你们记住，日本的密宗、中国的密宗是跟西藏的密宗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时代不一样啊，时代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传入的不一样哈。它是从中国传过去，所以是早期，就是密宗、密教早期的思想。密教它也可以分成早期、中期、后期了啊，是这样的啦。那我们记住这个要领就知道了啊，这要领知道了。我们说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初期啊是属于性空为名啊，这个当然是从公元前第1世纪到公元后第3世纪啊，是指说它从出现、发展到这个成立，并不是说第3世纪、第4世纪以后就没有性空为名，不是，它有，它已经发展好了，可是思想总是要进步。那时候思想进步，为什么要进步？因为要跟其他人辩论了，跟其他的外道辩论了。那你再拿旧有的思想啊，不能够满足人家的需要了啊。比如说，我这次来这边介绍心经，如果我下个月再来介绍心经，如果这个再下个月再来介绍的，每一次来都是讲心经，你们会说，哎呀，这个都已经讲过的啊，我为什么要浪费那个精神啊？为什么说我每一次来雅加达所讲的主题都不一样呢？就是这个道理。我如果都是拿同样的东西给你们了，你们也许说这个都听过了啦，我不想听了啦，我不想听了其实你们应该一次再一次的听。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的心经，每一次讲都可以不一样我讲的佛法虽然是同样的主题，都可以讲不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上个月我们在古晋那边，他跟着我去，我在古晋那边也是讲心经但他应该可以发现，我现在所讲的心经的方法，跟我在古晋沙捞越那边所讲的这一句就是古晋。连home 的萨拉瓦卡在那边讲经这个所得到的纪念品所得到的一定不一样，因为佛法的诠释角度有很多，时间呢、空间不一样，对象不一样，讲的方法就会不一样。我们讲说初期是性空为名，这是一切都是只有名字而已了，不是真的了不是真的了比如说印尼是真的吗？印尼是不是真的？印尼只是一个名称了。为什么只是一个名称？现在的印尼跟300年前的印尼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跟1000年前的印尼一样不一样？也不一样。因为这个国家有大有小，有的在分裂，有的在统一有的是被这个荷兰人所这个占领，有的时候是被回教徒所占领，有的时候是被某一个国王所统治。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了这种民主的时代用选举比较公平的方式民主表决的时代了，所以一定都不一样。因此，名只是一个方便一个符号，可是我们众生就是被这个符号所限制了，所限制了，为什么被人所限制？你就是听到一个名字，就以为那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是真的，其实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因为我从20几岁像我们这个小妹妹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写佛教的文章，没有停过，一直到现在10几岁的年龄我佛法的文章一直到现在已经37年了没有一个礼拜，没有一天停过我在写佛教文章。我所发表的文章非常的多也就是说30多年前就已经有读者读到这个郑某某的文章了。因此在这个一般人读者的印象里面呢，这个郑正王这3个字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老居士而且是老居士因为已经读了他30多年的文章这个人呢一定是不得了
啊，没有80岁，也有90岁，也有100岁的这种功夫啊。我不是说我写的文章很好，而是说已经有30多年了，大家一直在看到这个某某人啊，但一碰到我以后啊，他们就会吓坏了。你怎么还那么年轻？啊，这位朋友，你们说我老不老？我连转过去，你说老不老？这只是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一个表象。大乘佛教初期就是在讲这个，讲说一切法的自性本性是空的，一切法它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我们说这是花，我这个花把它拆掉，一半一半把它撕掉，就是撕掉。你说这个是花，我如果一半一半这样子把它撕掉，还有花的存在吗？花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谓称为花，那是有这些花瓣这个组合而成。哪位师姐那么会插花，把它插得这么美，这么漂亮，庄严我们这个道场？这个花难道是真的吗？它不是真的，自性本空，自性本空。我们所谓的花，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一个名称而已。这个花是拿来庄严这个道场，拿来做什么用途？它的自性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这样子的。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就这个菊花来说，这个菊花它本身它在成长的时候，它绝对没有想到说我要被拿到大崇山去庄严道场，绝对没有，对不对？因为这个只是它的本能，它的本能只是在成长，它本能只是在还原，它没有说我要让这个世界更漂亮，它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这个菊花，如果是在道场里面，它就变成了庄严这个道场的功用。这个菊花如果是在深山野外，它就变成了什么？那一些蝴蝶、蜜蜂啊，这个执着的对象啊，它的功能就不一样了。这个花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就展现不同的那个相，发挥不同的用体相用。它自性是不可得，这是大乘佛教初期所讲的性空为名。中期的大乘佛教，它是讲法相为事，所谓的为字啊的意思是不离的意思啊，不离。性空为名，是一切的法的性是空不可得。一切的法虽然有它的名字，但那些名字是非真实的。一切法它是不离这个名，这个法就是万事万物啊，一切的现象。这些一切的现象呢，只不过是名称，只不过是这个名它所彰显，它不离这个名所彰显，不离名所彰显。第二期的大乘思想啊，就是法相为事。法相为事是一切诸法的现象，相就是表象，一切事物的表象呢，它不离心事的作用，事就是心，不离心的作用啊，不离心的作用。什么叫不离心的作用？我们说这个是花，花可以庄严道场。我们中国人呢更伟大，会把这个菊花拿来晒干，变成菊花茶，泡泡热水啊就可以喝。有没有菊花茶？有哈。我们中国人是很厉害的啊，很厉害。但呢，在一头牛啊，或是一头羊里面的眼中啊，这个是不是花？在他们眼中是不是花？不是啊，他们会吃它啊，他们会吃这个啊，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就会吃它，所以这个再也不是花的功能。我们看过西班牙的斗牛，我常常开玩笑啊，西班牙的斗牛是拿着一块红布在牛那边的耍来耍过去，他是不是斗牛？才不是斗牛呢，他是在斗人，这是可怜的人啊，都被斗牛士啊斗过来斗过去。为什么？因为那个牛啊，根本是色盲的。牛啊，不会说这个是红色，这个是灰色，这个是黑色，它没有这个区别，没有说这个是绿色，这个是蓝色，它没有那个区别，它是色盲。它是色盲，它看到红色的反应，跟看到蓝色、绿色、黄色的反应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它是色盲啊，它是色盲啊，它只要那个色的深浅啊，你这个布啊，在牛上面耍过来耍过去啊，它的反应都一样。可是人的反应一样不一样？我们人的反应不一样，不一样啊。我们人呢，看到黄色的反应，看到粉红色的反应，看到那种大红的反应，蓝色、绿色的反应啊，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不是色盲，不是色盲啊，您看到红色会有什么感觉？啊，红色会有什么感觉？啊，会兴奋的感觉，对吧？那个心情就被提起来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女众菩萨啊，经常都要穿红色的啊，要穿粉红的、大红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要引起男生的注意啊，引起男生的兴趣了啊。这个就是这种颜色心理学了，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一切不离心的作用。你这个法，你某一个法相，一切诸法的现象不离心事的作用。你是什么样的心，你就会对一个现象做怎么样子的认知，起什么样的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们认为它是花，牛马它不认为是花，它是拿来吃的。蜜蜂它是拿来这个采花蜜的，采花蜜，这个是它的业力，这个就是它的心。我们佛家讲这个业力，这是我们的业力啊。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个是业力啊，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个是花，它这是可以庄严。但如果是原住民，他们就不见得跟我们有同样的这种思考的模式，不一样啊。法相为事，到后期的思想，我们称之为真常为心。真常为心，就是说指我们的佛性是真是常，肯定我们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皆有如来藏啊，不离我们那个真常心啊。这是很简单的大乘佛教发展的那个过程。中文里面呢有11种，心经有11种的翻译啊，译本啊，有11种的对不起，11种的译本。到目前为止，有2种译本已经消失了，不存在，只有剩下9种的译本。最多的译本是在唐朝，都是在唐朝啊。那最早的译本呢，是在第4世纪就已经有了。好了，所以第4世纪啊，就已经有《心经》的译本。请问《心经》可能属于真常唯心系的思想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属于这种法相唯识学的思想？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古时候跟现在的交通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交通呢，可以今天从雅加达出发，今天晚上就到达台湾，乃至于到达美国都有这种可能。但以前呢，要从印度到中国啊，你要翻山越岭，渡过沙漠，爬山涉水，100个人走，一定死掉99个，能够有一个完成这一条路的移动啊，都已经很稀有了。你这么经典，要从那个地方带到中国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在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电脑，没有传真，没有 email 啊，没有这个印刷术都没有，都是用抄写的，用一个字一个字抄。那个经典呢，是那么样的可贵。为什么能开经记这么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现在经典想要得到它，容易的多了。你打开电视就可以收看到电视上的弘法节目啊，你上网就可以看到佛经的那个网站，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取得这个资讯。但是在古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最早的心经中文译本第4世纪就有了啊，有没有可能是法相唯识的东西？不可能，因为法相唯识啊，大约是在第4世纪到第7世纪，在印度才成型。因此我们知道了，心经是属于哪一期的思想？性空唯名的思想啊，那知道，那这样知道了，心经是属于大乘佛教性空唯名的思想。既然是性空唯名的思想呢，就是说心经它所讲的就是性空唯名，它这个时代，那这样子就定位下来了啦。性空唯名，它一定是讲空性，它一定是讲一切自性空不可得。目的何在？不要忘记，它是属于佛法。佛法就是让我们开智慧，就是让我们觉悟，有智有觉啊，这个就是佛法不离的这种本意，不离的本意的。好，它是属于大乘哦，是属于大乘初期的性空唯名哦。而我们知道大乘所讲的
一定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一定是讲这个六度，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而我们上午也介绍过，说般若呢是六度的眼睛，般若是六度的眼睛，眼睛呢是让我们看到方向，看到路，不会跌倒。您光是有前5度，就好像只有脚在行动，如果没有眼睛来看路，啪一下子你就跌倒了，啪一下子你就掉到水沟里面、深坑里面，你就跌死了。没有智慧的人行布施啊，真的就会像掉到深坑大海里面，吭就跌死。没有智慧的人去持戒，吭一定是什么，也一定会跌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眼睛，他只有好像瞎子一样走，一定会撞得满头包。撞得满头包。诸位朋友，你们在修持佛法一定要有智慧，你们在修菩萨道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你就撞得满头包，你就会惨死死得很惨很惨死得很惨很惨。佛法要有智慧了，没有智慧通通是外道通通是外道。现行的世界佛教通用的历年来算，今年呢是这个佛教的2544年这2544年2544年佛历V1我们称之为 V1 呢就是 Buddhist， 1呢就是 Era好2544年今年是2544年今年呢正好是这个耶稣就是公元的2000年，因此佛历比这个耶稣的纪年多了544年。耶稣的纪元是从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开始，但实际上是计算错误了耶稣是诞生于公元前的第4年那不管他本来是依据他是在出生那一年，而佛的这种历年是从佛入灭，也就是他过世之后开始算起，他过世的那一年就是佛历的第1年。因此呢，如果依照我们现在所通称的看法，佛是在哪一年死掉的，圆寂的哪一年？就公元来讲的话，是公元前的多少年？544年，要知道了那佛他活到几岁？80岁。因此佛是在哪一年出生的佛哪一年出生公元前的624年就出生这个是 BC BC 624年公元前这年出生。好，佛的法什么时候传到这个中国传到中国？佛法是在公元的67年 Common Era 传到中国。那这是什么标准呢？因为在公元的67年呢，有第一部经典，就是42章经被翻译成中文。第一部经典42章经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过得好快我们上次介绍42章经是什么时候几年？96年，4年前了无常，真的是很无常4年前96年的时候做中国佛教的开始。在这之前已经陆续有西域、印度的信徒啦，或是佛教徒来到中国但没有正式的这种历史记载，没有正式的经典出现，只有在67年有正式的佛经被翻译成中文，它就变成这样子了被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第二个问题，佛教为什么在印度消失，而在这个中国发扬光大？这分为2部分。佛教在印度为什么消失？佛教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延续这2000年，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听闻到佛法？为什么？第一部分，印度的佛教它的消失我们知道了，诸法因缘生，佛法在印度出现也一定是有因缘，佛法在印度消失也一定是有因缘。佛教不是讲宿命论的，一定有因缘。因缘很多，因缘很多。我们现在所能够举得到的，我们讲几个重要的因缘。
大约10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印度佛教的消失的这个原因重要的呢，我举几个原因。如果是就本身来讲就这个本身来讲，自己的因缘自因来讲，还有这个他因来讲就说自己本身的因缘，还有这个其他的因缘。自己本身的因缘，我们现在讲自己本身。印度佛教消失，自己本身也要负责任不能够完全说都是你害的，别人害的，自己本身也要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佛教它太注重这种解脱法，解脱法，太注重这种解脱法解脱法就是说，哎呀，这个世间是苦的我们要解脱这个烦恼，我们要远离这个烦恼尤其是出家人佛教的主体就是出家人，出家人呢更是解脱。我们讲过说，持戒一定要有智慧但如果没有智慧，你那个持戒反而是对自己的伤害。比如说在印度佛教的消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太强调解脱，尤其是出家的师父太强调解脱，太强调解脱以后他就远离了人群好了，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的印度的情况不一样印度佛教的消失是在公元的1202年这是公元1202年的印度佛教就是以这个超严寺被回教徒烧掉，出家众被烧死为这个代表年代。距离现在呢正好是798年，就将近800年前，印度佛教消失。800年前的印度情况跟现在的佛教情况相差很多。那时候的出家师父我们现在先讲因为世间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在家人在家人会不会谈恋爱？会不会？绝大部分当然有少数可以不必谈绝大部分人会谈恋爱在家人绝大部分人会不会结婚？会结了婚以后，绝大部分人会不会生孩子？会对，这个都会了人情世故是不是都有都会有好了，第一个，绝大部分的在家人青年男女我们这个《诗经》第一篇，《诗经》第一篇《诗经》是谁整理的？《诗经》的内容是什么？《诗经》里面呢，就是在周朝、西周的时候，乃至于东周的前半部春秋时代，这个中国就是中原一带中国人所写的诗，他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写的诗。我们中国人说中国人读书一定要先读诗，就是读这个 poem。而作为一个当政者，你当官的人，你当总统人，当国王的、帝王的人一定要去读诗，就是要去听民众的声音，看看这个民众的声音呢，唱的歌是什么？唱的歌是什么我不太清楚这个印尼的情况。如果是在台湾的情况台湾的情况。从这个1945年到这个1988年，1945到1988，这个43年间，台湾人所唱的歌都是什么歌？都是什么歌第一大类是讲什么？一定都是苦调子，苦调什么是苦调就是很悲哀的歌，有没有？早期的歌，像我这种年纪，那时候所唱的歌，就像您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所唱的歌跟我们那时候所唱的歌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所唱的歌不是绿岛小夜曲就是甘多雅物你看都是那种很悲情，很悲情。为什么？因为从1945到1988，台湾从日本的手中归还给中国。后来国民党来到台湾，实施戒严统治、高压、专制、白色恐怖，来控制这个台湾。那时候台湾人是苦闷，台湾人被日本统治了49年，统治了49年已经够苦的了。因为日本人他是殖民者，这个殖民者来控制这个被殖民者呢，只有诈欺，是中国人、台湾人是非常的苦。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
为着要稳定那个局势，为着要跟这个共产党斗争，因此也是采取这种戒严高压的统治。所以台湾人啊，那是心声啊，真的是非常苦。每一首歌通通是靠调啊，通通是这个悲情的，这是第一类的歌。第二类的歌呢，就是杀猪拔毛哈。你如果在台湾，你就知道是杀猪拔毛。为什么要杀猪啊？为什么要拔毛？拔毛就是毛泽东啊。杀猪呢，就是朱德啊。那个时候，中共的一个大元帅就是朱德啊，这是很会打仗的了。那这个毛泽东，那时候的政府，台湾政府的这种口号就是杀猪拔毛，反攻大陆，反攻抗俄，这样子都是杀伐之气，都是斗争之气，这人就是在那种情况，一方面呢非常的痛苦，心情不好，一方面呢又是叫我们呢一定要杀猪拔毛，一定要反攻抗俄一定要打回大陆这样子的。那时候的歌所唱的一定是这样子。从这个1988年呢，台湾呢这个解严实施这个真正的民主政治以后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再也不是悲情的啦，再也不是杀猪拔毛的啦，而现在呢都是一种爱情的故事那种开放的故事那种开放的故事那当然现在的韵味跟以前的韵味不一样了。那以前的韵味呢，男孩子要向女孩子求爱，一定都是朱丽叶，你有没有看到风在吹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风在吹是什么？是代表我的心在仰慕着你一定这样子很含蓄，很有韵味的。那现在台湾的那种爱情故事我爱你呢，我要抱你呢都是这种很露骨的方式。你从歌里面，从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老百姓的心情。《诗经》也是一样，它是西周、东周前半部，这个500年间，中国人民间的歌谣，民间的歌谣，大家唱歌这些民歌形成了这些这种新生代表呢。那总共大约有1070首的诗歌孔子是很伟大的人，他就把这个1070条的这种民歌都是属于民歌歌谣把它删减掉那些靡靡之音，删减掉那些堕落的那些负面的灰色的，把它留下300首，所以就有说诗300首。诗300首所代表的是什么？是这个人民心有所思，行之于声音，就是变成诗歌。而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会唱歌，用这个歌把它表达这个出来表达出来。我们最近才从这个西藏回来在九寨沟那里那一位9岁的那个小男孩唱的歌是什么珠穆朗玛，你会唱吗，师兄？来，音乐你上来一下唱一下珠穆朗玛。谢谢，我只会唱2句而已。珠穆朗玛，珠穆朗玛，谢谢。听到这个珠穆朗玛的这种声音，你就晓得说他这个西藏人的歌。西藏人呢，他在歌咏那个圣母峰。圣母峰是世界最高的山歌咏那个山，为什么会歌咏那个山？因为那个山就是西藏人心目中的那个圣山，最神圣的山。他歌咏它，你可以听到这种歌曲这样子的高亢，这样子的雄壮，这样子的深沉，代表那个圣母峰，它在天里面，在云深不知处的这种高空里面给西藏人产生了神秘感，给西藏人所产生的那种神秘、神圣、可敬、可畏的那种感觉。每一首歌都代表了后面的这种思想。孔子他就把1070首的当时西周周朝时候的这个民歌
删减了一些靡靡之音，保留了能够让这个人能够疏解心情、正面意义、鼓励大众的这个歌曲，那就是诗300首。诗300首的第一首诗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哇！你只有记住那一句话我们这个师兄只有记住那一句叫做“君子好逑”他只有记住那一句因为他是男生难怪他会记住那一个永生不忘诗第一首，诗经第一首叫什么？在河之洲。还有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这个是在讲那种感情这个是周朝时候一个女孩子在仰慕那个男孩子，他所抒发的那种心情。你看多美关关之鸠，在河之洲。那是什么呢？那是在阳春3月。阳春3月中国的时候，阳春3月，北方中原在阳春，我们农历的3月的时候，春天来了，百花齐放，百鸟齐鸣，万物开始在活动起来。那时候呢，关关之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在那个河岸边呢，有这个鸟那个鸟就是关关之鸠，那个鸠的鸟，我们现在讲就最简单，水鸭子就好了。有那种水鸭子呢，在那个河边在那边咕噜咕噜，在那边唱歌。在唱歌呢，我作为一个少女，我听到了这个鸟在那个河岸边唱歌，会有什么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讲现在的话，就是春情发动。来到这个春天，冬天的时候呢，万物死寂，万物都在冬眠。在冬眠，可是来到春天呢，生机都来了，生物都充满了这种朝气了。那作为一个少女，她来到这个17、18岁这种少女的情怀通通出来了。听到这只水鸭子在河边在那边唱歌就引起了她的这种思慕她情朗的心窈窕淑女呢，君子好逑。我们这师兄他说永生不忘我看不止永生不忘，是生生死死是生生世世都不忘就轮回了好，这个字音呢，就是什么？诗经，你从诗歌里面，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人世间的这种百态而我们出家的师父们所追求是一种解脱法。当他看到这个男女在那边思慕，在那边谈恋爱的时候师父一定会告诉我们你要小心这个是生死的根本，轮回的根本你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叫我们远离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已经是君子好逑了，听得进这些话吗？听不进听不进我们现在当然几年前我在台北某一所大学里面我曾经做过一次演讲就是什么演讲佛教的爱情观跟他们谈这个爱情我跟他们谈什么呢？这个谈这个爱情谈这个恩爱，谈这个情，佛教里面怎么谈这个爱情？好了，等到这个男女要结婚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我现在是讲800年前的印度男女要结婚，即使是30年前，我们出家的师父都不会替男女结婚证婚都不会，因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呢要结婚你们这个就是还是继续轮回还不想解脱好了，等到生下小孩子了是我们一般的风俗小孩子满月了是周岁了，都会请人家祝福收暖。台湾话就收暖，他会把这个婴儿以前的那个饼都有一个心，用一条线串成一串的这个饼挂在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脖子上面到一家一家去
啊，修挪这是口水哈，小孩子都会流口水啊，那就请人家祝福啊，把那个饼啊这个拿下来啊，送给人家吃啊，要让这个小孩子早一点呢不要流口水啊。总之，这种的过程是人生的过程，是绝大部分的在家人都会经过的过程。那在家人一碰到这种情况啊，我们现在都很希望啊，有这个修行者大师的来帮我们祝福。可是我们佛教师父在以前都不会的，也就是说都是拒绝的。当然现在的师父不一样了，现在的师父啊，尤其在印尼，结婚一定要宗教师来盖章来证婚才有效，这个是很不错的啊。因为什么叫很不错？因为师父们会开示，你作为先生，作为太太，你要怎么做啊？做人到底是什么啊？可是，在以前不会，以前是拒绝。小孩子出生了，我们说抱着婴儿啊，请师父啊来这个祝福，他一定臭骂你一顿。您这个这个贪爱那么重啊，生死轮回的根本啊，你都不知道解脱啊，都完了。所以在印度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办？要结婚，要生小孩子，请人家祝福，绝对不会找出家师父，因为你找出家师父只是挨骂而已。是吧？他们只好去找谁？找他们的本来印度教的婆罗门。那印度教的婆罗门呢，都是在家人，他就会帮你祝福，诵经，讲一些祝福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印度佛教消灭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的佛教太注重解脱，尤其是出家众太注重解脱不管人间事。不管呢，我们这个99.9%人还会谈恋爱还会结婚的事实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出家的师父这些师父们这些出家师父，他们的这种外表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来，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来。为什么因为出家师父前几年我听到香港有一位大师叫做觉光法师，有一次在一起吃饭这个觉光法师他讲了一句我深有同感什么叫深有同感？因为我经常出席师父们的僧伽大会，僧伽大会呢有汉传的，有南传的，有藏传的，穿的衣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汉传的师父一定是素食，南传的师父有没有素食？没有。藏传的师父有没有素食？也没有南传的师父有很多是过午不食的，我们汉传的师父没有过午不食的习惯，所以吃的也不一样，穿的也不一样，讲的语言当然大部分都不一样。我们汉传的师父如果不会讲英文的话，就没有办法跟南传的师父沟通。南传的如果不会讲英文，汉文也不能够跟汉传沟通，很多种场合都没有办法沟通可是这个觉光大师呢，大法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佛教里面千差万别，大家都不一样。即使我跟你在一起，我都不晓得你是这个出家的师父，你都是佛教的。不过呢，幸好释迦牟尼佛他有一个制度帮助我们彼此知道你是佛教的出家人。为什么？大家都剃光头。所以你只要到哪里去，只要是剃光头的，你就知道这个是师父这个是有好处了，剃光头是有好处了清净嘛，不必为着烦恼事，天天要洗头发，天天要去烫头发，要去整理它，哇，好烦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时间。出家师就是很清净，但当回教徒来到伊斯兰教徒来到印度以后，他开始迫害这个原来的宗教，他开始杀了。他一看到出家人，一下子立刻知道了。你看了你是剃光头了不是我的伊斯兰的教徒，就把你杀掉。但是他碰到这个印度教的婆罗门印度教的婆罗门是在家人，没有剃光头的他穿的衣服也跟我们一样跟常人一样，但出家的师父穿的跟我们不一样出家师父跟我们不一样，因此他从衣服上面就辨别了你是出家人，他就杀了。可是印度教的祭司阶级婆罗门神职人员穿的衣服跟一般人一样，他也是留长头发，他想要杀他们没有地方，他找不到，人家他没有辨别他没有办法辨别，从外表没有办法辨别。再来，我们出家的师父都是住在寺院一个单独地方，回教徒来想要迫害很简单，
他只要包围这个寺庙，放火一烧，里面的人通通杀，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印度教徒没有，印度教的神职人员，他是分散在一般的村落里面，跟一般人住在一起。因为印度教的波罗门，他也有结婚，也有生子，所以一般的工作跟一般的常人都没有两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次佛教很容易受到迫害，因为它目标非常显著，非常的显著啊。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自身的原因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佛教的僧团是维持乞食的这个制度，就是自己呢不可以生产，一定要靠别人供养，不可以生产。那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够靠乞食来为生。靠乞食来为生的话，他们专门注重于教理的研究，专门注重于这种修行，就一天到晚在读经、诵经，一天到晚在打坐、在修持的，在修持。这样子呢，就是离开了这个民间，离开了民间，没有办法跟一般的老百姓有很密切的关系，就脱离了这个社会。在脱离了这个社会，一般的人平常不会想到去亲近师父。当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哦。诸位朋友在印尼已经很好了我到菲律宾的南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现代化的都市。我到菲律宾的南部，菲律宾南部那里明达瑙一个小岛明达瑙那个地方还是回教徒那里也有几间佛寺我去那边也是去上课，我到处上课很多地方，我去上课呢，发现说那边的佛寺呢，一般的老百姓就是我们华侨、我们的华人呢，普通时候不会到佛寺去，只有在什么时候才会到佛寺有人往生了才会到佛寺里面呢，请师父诵经、超度、持斋，平常不会去佛寺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佛寺就远离了这个民众，民众不会想到师父，不会想到寺庙，只有有人过世才会想到师父。脱离了这个民间现在的情况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情况，师父呢走进人群，师父就在社会里面，我们呢都经常亲近师父那因此说这个佛教想要消失没有那么简单，不可能消失，因为出家师父跟一般的民众有密切的关系。但那个时候那个出家人是孤立起来的这是自己本身的原因那至于这种外在的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是属于这种印度教，来自于印度教的挑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伊斯兰教，我们所通称的回教当然称为回教是不太对的应该称为伊斯兰教才对。这两个是最大的原因。这个印度教是一直是印度人本有的宗教，印度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就是印度教的思想，它是本有的。这个佛教是新兴的宗教，而这个佛是那么样的有智慧。佛他发现了人生宇宙真理他要人民戒定慧，要人民这个有智慧。你看他主张众生平等，4种种姓皆平等他主张每一个人都可以觉悟，不必靠神。这一种革命性反印度教的思想一起来印度教招架不住。为什么？因为他讲众生平等，多好多好统治阶级并没有比被统治阶级来的高尚，没有。众生平等种姓平等了他讲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每一个人都可以觉悟那比原有的印度教好多了。印度教是说只有我婆罗门才能够解脱，你们所陀罗吠舍这些贱民普通老百姓不能解脱，只有我才可以解脱，你们都不可以。他这种革命性的思想使得印度教就是紧张所以印度教徒呢一直在迫害这个佛教
一直在破坏佛教，因为打破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这种固有的观念，印度教就一直想尽办法要杀害佛教。因此，印度教它就什么？我们所谓混淆视听，就是模糊佛教的形象啊，也就是说，它制造了很多那种错误的讯息，即使到今天啊。我印度有一个朋友大师啊，葛印卡，你知道哈？葛印卡啊，我们这个沈师姐哈，他是葛印卡的得意门生哈，他修念观修得很好哈。这个葛印卡大师呢，他这个2-3年前，他告诉我一句话啊，他说：“哎，你有没有办法哈？这个帮一点忙。”我说：“帮什么忙？”他说啊，即使在今天的这个印度教徒，他们这个制作那个电视的节目。啊，那是由日本 Sony， 这是 Sony 那家公司大公司电器公司 Sony 所制作的节目，委托这个印度人所制作的节目，在那个节目里面就说释迦牟尼呢是大梵天神的化身之一，释迦牟尼呢是他的化身啊，这个大梵天神他是主。底下他有湿婆神，有比斯奴神啊，有摩尔化身。这个释迦牟尼呢，只是他们的化身之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释迦牟尼没有什么了不起啦，是不是？因为你释迦牟尼也是我这个大梵天神所生出来的啊，所以你呢就在我的底下，你就是我所管理、我所指挥的。但混淆这个事情，即使现在的印度人，我们在印尼有很多的印度人，您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谈话，他们如果是信仰印度教的，也是这种观点，也认为说释迦牟尼是大梵天神的化身之一而已，用这样子混淆视听，把佛教里面很多的这个理论呢，他把它歪曲，把它扭曲，那使得这个印度教好像变成最神圣，但这个佛教的教理呢，就失真了，在他们的这种有意的曲解之下。就失真，这失真，这印度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佛教书上，没有办法理解，就这样子呢，印度教就迫害了佛教种种的形象，种种的教理。那再下来就是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它是第7世纪出现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宗教。对不起，应该是讲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个耶路撒冷那边出现了一个宗教中东那边出现宗教第7世纪出现，慢慢大使帝国势力扩张势力进到印度同时进到马来西亚，进到印尼印尼本来是佛教很兴盛的一个地方，印尼本来是在第7世纪那个时候到第10世纪佛教世界的中心，研究梵文，研究大乘佛教密宗的重心。我们的波罗波度那个就是坛城，这是密宗里面的曼达拉，是依照密宗的曼达拉的构想而建立的一个佛塔，是非常伟大的。但后来伊斯兰教徒大使帝国进入马来西亚，进入这个印尼就破坏掉了。他进入这个印度的时候，也就开始呢，来这个扩展他的宗教，因为他的宗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一切的偶像通通是魔鬼要把魔鬼给去除，把偶像给破坏你破坏得越多，您呢阿拉真神就越喜欢你，你在真神的面前，你所得到的解救或是功德就越大。那很不幸的，在阿拉伯话 Arabic 阿拉伯话里面呢，所谓的偶像，它的发音偶像在阿拉伯话的发音，这是布达。他来到印度以后，他在问你是信什么呢？你说布达，我布达，正好是我要宰杀的偶像，就把你的头可以砍断了。你是什么？布达，砍头。你是什么？布达，你就是砍头。就这样子赶尽杀绝，凡是碰到佛教徒，他就杀害；凡是看到这个佛像，不打，他就杀害。到印度去就可以看到，现在所遗留下来的古迹，那些佛菩萨的像，很多都没有鼻子，很多都没有眼睛，因为那个石头雕刻的，您打也打不坏，烧也烧不坏，
啊，你要把一个石头这个佛像给烧坏了，很困难，说只好啊拿着这个刀锉子这样磨，把这个眼睛、把这个鼻子就戳掉，就这样子啊，这个是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哈啊，这是主要的印度佛教消失的原因。那为什么佛教会在中国啊生存下来、发扬光大，乃至成为说佛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支？最重要的一支。我们整个现在的佛教世界，如果少了中国佛教，那太可惜了。不仅仅是佛教世界，整个世界的文明、整个世界的文化、整个世界的思想，如果少了中国佛教，那等于是少掉1半以上的思想，少掉1半以上的思想。那这句话绝对不夸大。中国的经典，儒家的经典，哪里比得上佛教？你不要讲思想的广，它的深。就是它的数量来讲都比不上这个佛教。为什么佛教在中国能够生存下来、发展、发扬光大、光辉灿烂，有中国大乘八宗这个发展呢？当然也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是什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我们中国的思想啊已经打好了基础。你现在想要盖4楼、5楼、6楼、7楼啊，地基一定要很扎实。地基要很扎实，那你会问呢？那为什么佛教传到斯里兰卡、泰国也可以发展呢？那是很简单，因为那些国家本来就没有文化，这个佛教的文化，印度的文化比他们深，因此征服了旧有的文化。但是中国的文化是古文化之一耶，是古文化3大文化之一，世界人类思想最先进的一个国家。他来到中国以后，正好中国的文化替佛教打好了最深厚的基础。哪一个深厚的基础？有2个最深厚的。第一个是儒家的基础，儒家教我们这种5伦，教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教我们这个待人处事这种道理。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人圣、仁义礼智信，就等于佛家所说的5戒。这基础铺得非常好。从孔子出现，来到公元67年。那个是汉平帝永平这个9年的时候，正好7年，正好有这个500年左右，有500年历史。这500年，儒家的思想替佛教打好了最好的基础。因为佛教早上我介绍过，佛陀教我们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怎么做好人，怎么生活呢？这个就是孔子所打下的基础。